各位蓝星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迷宫之神。在上一轮，由大夏国设计的迷宫外滩鬼屋被大河探险团青木组直接攻破，请大夏国注意，当前大夏国已没有任何可以投放的迷宫，国运点只剩300分。如果这一次的迷宫依旧被第一时间破解，大夏国将被降下最残酷的天灾。头好痛！大夏国迷宫设计大赛，这都是什么鬼？我不是在准备毕业答辩吗？我穿越了，还穿越到了一个这么残酷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的迷宫设计，就是复刻本国的历史遗迹和古墓，历史越悠久，优势越大。那我们大夏文化断层，这个世界的大夏竟然有上百年的文化断层，史料图纸全都失传了。而我们的宿敌大和国却靠着当年盗走的图纸，复刻我们大夏的古境，爬到了世界第6，三番五次骑在我们头上拉屎。我泱泱大夏8000年的历史，怎么会落到这番田地？本次大夏国依旧为设计方，大和国为探险方。迷宫设计大赛将在10分钟后正式开始，请大夏国在10分钟内指定迷宫设计师参赛，如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指定，视为自动弃权。我这一世的身份是大夏迷宫设计团队的一员，我有设计迷宫的权限。这个世界的历史断了层，可我没断层啊！精绝古城、献王墓、南海归墟、秦始皇陵，这些东西不都是我的专业吗？这一次必须出手，我要让这个世界好好看看，什么才是泱泱大国真正的底蕴。距离迷宫设计大赛正式开始还有5分钟，请大夏的挑战者尽快选出你们的迷宫设计师登上台来。一群东亚病夫，我看还是不要挣扎了。八个，你们搞出来的那种垃圾鬼屋，就是在浪费我们大和探险家的时间。劝你们主动把国土让出来。大夏太弱了，直接放弃吧，这是强者的擂台，菜逼能不能滚啊？周队，让我去！你一个新人逞什么能？我是2级设计师，让我去！我要用我的迷宫杀了这帮小日子！都住嘴！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。你们觉得你们的迷宫能挡得住大和的探险队吗？这一战失败，大夏就会被降下天灾，1000年大国或许会毁于一旦。这个罪名你们担得起吗？这最后一次，还是我来吧。周老，您别这么悲观，大不了接下来我多带队去攻克几个迷宫。没用的，国运只剩300点。除非这次能撑住，不然根本没有机会。是我们设计团队耽误了你们探险团队啊！都是大夏人，周老您别说这些了，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能放弃。我会用我的迷宫筑起大夏最后一道防线，但是金队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上面已经准备好了船只，今天之后，你要带着所有的设计师和探险家作为火种留下来，在大海上逃亡。那您呢？如果这次失败，本土10几亿同胞因我而死，我还有什么资格活在世上？注意，大夏国参赛选手已经登台，1级迷宫设计师林烨。本轮迷宫设计正式开始，所有参赛选手已被传送至迷宫设计空间。什么？林烨？谁让他去报名的？周队。刚才小林话也不说就走下了观众席，没想到他是去直接报名了。他这是违抗命令，他从来没正式设计过迷宫。如果第一个迷宫就被攻破，他会直接死的。一个1级迷宫设计师，身上一点迷宫点都没有，这孩子是替周老去赴死的吗？8个，婆婆妈妈半天，结果推出一个新兵胆子。看来大夏是真的放弃了啊！告诉你们，谁上都一样。因为这一次，我们大和会派出青木组，他就是大和国第1探险队青木组的组长青木林藏。都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大夏最后一个迷宫展开杀戮了。这覆灭大夏的丰功伟绩，我青木林藏必然为天王大人拿下。这里就是迷宫设计空间，有点像3D 建模软件啊。
尊敬的迷宫设计师林业先生，你好，我是迷宫之神，你也可以叫我迷神。在这里，心生万物，只要在心间有了雏形，便会自动在迷宫设计空间生成。规则很简单，迷宫之中不可以放置真实世界不存在的造物。迷宫评级由复杂力和惊悚度2个部分组成，评级决定了收益上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迷神，直接开始吧。先给我搞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大坑，我要设计我们大厦的第1陵墓——秦始皇陵。你现在的迷宫设计等级只有1级，迷宫生成速度极度缓慢。迷神不建议设计过于宏大的地图，因为单次设计时间最多只有24小时。还有这种限制，等级越高才能设计越大的迷宫。看来秦始皇陵暂时是搞不了了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大厦地大物博，随便挑一个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就从那个开始吧。我要设计精绝古城。我知道精绝古城最早是在一部叫《鬼吹灯》的小说里，但后来学了考古才知道，它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小说里的很多描写都是真的。面积不大，但惊悚度绝对拉满。就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好好招待一下这帮小日子。精绝古城又称精绝国，西汉时期西域36国之一，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陲，诞生在尼夏河畔的绿洲之上。建筑风格深受中原汉朝影响，又信奉佛教。王至精结城，去长安8820，户480，人口3360，士兵500人。这简直就是创造一个微缩世界，太强了。不过，这繁华的城市只是背景板，真正的核心是金爵女王的墓穴。金爵女王墓位于金爵古城中心神殿之下。书里的女王墓设计相对简单，现在我才是造物主，必须给它升级一下，变成小日子们的埋骨地。地表是矗立着眼睛图腾的诡异神殿，地下则分为3层。第1层，蛇骨回廊，巨蛇化石缠绕着腐烂的奴隶尸体，地面布满流沙陷阱。第2层，镜宫，无数青铜镜构成奇异空间，中央是真假难辨的双生棺，开启假棺将释放致命毒物。第3层，女王墓穴，悬空石台延伸至黑暗深渊，仅一道无护栏的玉石桥通往女王的寝室。棺椁由昆仑神木制成，真正的机关设置在女王的面具之上。时间过去一半了，光是墓穴就花了我10个小时，接下来必须抓紧了。由猴子国设计师设计的迷宫顺华皇城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困难级。由毛熊国设计师设计的迷宫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困难级。8个，一个1级的菜鸟设计师搞这么久，我看他根本就设计不出迷宫。设计什么都一样，我们青木林藏大人战绩全胜，就算是困难级迷宫也是照破不误。迷宫评级分为简易、挑战、困难、噩梦、地狱，连猴子国都能设计出困难级迷宫了，而我们想要挡住青木组，至少也需要困难级呀。周队，别太担心，老祖宗有句话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或许奇迹会发生呢。奇迹？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搞不出困难级，难道要指望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吗？迷神，接下来我要为精绝古城加入时间要素。我要的是繁华褪去、被黄沙掩埋的死城遗迹。不知因为何种原因，精绝城的居民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，1000年的风沙将这座城市彻底吞噬。地图完成了，该增加点特产了。迷宫之神要求真实性，正好，鬼吹灯里的生物全都有现实原型。白骆驼、阿拉善双青罗的白色变异种是沙漠中的圣物。黑风暴、强沙尘暴，能见度为0。沙漠行军蚁，雄蚁体长2.5厘米，乌身宏伟，是沙漠中的超级捕食者，以蚁海战术攻击。黑眼怪蛇，
头顶有黑色兽瘤，对光敏感，生命力极强，剧毒无比，是女王的忠实守护者。尸香魔鱼，色彩艳丽，能使人产生幻觉，自相残杀，守护古墓，令尸身不腐。就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日子，够他们体验各种死法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 BOSS 的设计，时间还剩最后3小时，该请出这座古城的主人了，那个神秘莫测的惊觉女王。很多人以为惊觉女王是虚构的，但史料记载她真实存在。西域第一美人，鬼洞族人，昆仑魔国的后裔，崇拜眼球图腾，拥有将人石化的异能，还能开启空间通道。管它真假，反正都塞进去。女王本身够不够强，只是锦上添花，光是那些机关和怪物就足够屠杀大河人了。设计师等级太低，生成速度还是慢了。算了，不等了，搞个空棺材也挺有意思。迷神，我惊觉古城 BOSS 惊觉女王已生成完毕。太真实了，连我这个造物主都觉得瘆人。货真价实的蛇蝎美人，地图和 NPC 都完成了，只差最后的任务流程。这个简单，参考原著，稍微简化一下就行。任务1：探险家在城外遗迹出生，躲避黑风暴和行军蚁，找到惊觉古城。任务2：躲过蛇群攻击，在城中找到女墓穴入口。任务3：找到女王棺椁，看到女王真容，并安全离开。设计师需设定一个基础数值，数值越高，赢得越多，输的越多。我最高能设置多少？500至5000，现存最高为埃沙国胡夫金字塔的3500点。OK， 给我直接设定成5000。警告：你所在国家国运仅剩300点，若失败，国运将降为负数，天灾程度将取决于负值大小。设置为5000点并失败，你的国家大厦本土将无人生还。没关系，就5000，直接提交审核。玩就要玩大的，我要一次性把大厦从生死边缘拉回来。这里是设计师专属休息空间，在本轮次迷宫大赛结束前，你将与外界切断联系。大夏国设计师林业已经完成了迷宫设计，迷宫之神将对其迷宫进行审核，请大和国探险队耐心等候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审核这么久？一般迷宫审核不就10分钟吗？上一次这么久，还是埃沙国的地狱级迷宫胡夫金字塔。不可能，大夏人能设计出地狱级？要是真的，我直接剖腹。由大夏国设计师林业设计的迷宫惊觉古城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地狱级。根据迷宫难度，首开探险人数为10人。10分钟后，迷宫将正式开启，请大和国探险家做好准备。周队，地狱级是地狱级迷宫，最高难度的迷宫被我们大夏人设计出来了。地狱级，林业，他竟然有这样惊人的能力。周队，我就说有奇迹，没想到还藏着这么个天才设计师。惊觉古城，惊觉古城，这是我们大夏真实存在过的遗迹啊！我查了无数资料都找不到信息，竟然在这里出现了。如果林业复刻的是历史上的惊觉古城，那他就不只是在设计迷宫，他是在修复我们大夏断掉的那100年文化。8个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小小的大夏设计师，怎么可能设计出地狱级迷宫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定是迷宫之神的审核出错了，估计是那小子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，想把我们唬住，然后主动认输，绝无可能。组长，地狱级迷宫从未被攻破过，要不要通知本土，先让忍者组的人去探探路？8个，你是信不过我青木林藏吗？不敢。听好，这次必须是我们青木组上，这覆灭大夏的丰功伟绩，我青木林藏必然为天王大人拿下。欢迎来到地狱级迷宫惊觉古城。本迷宫复杂度和惊悚度极高，请耐心读取信息。探险家所处的大地图叫做拉玛干大沙漠，是大夏最大的沙漠。沙漠中每1小时会出现一次黑风暴，请注意躲避。你们现在的位置是西叶遗迹，是唯一的补给点。这里是你们的目的地，
精绝古城的所在地。你们的任务是穿过沙漠，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。精绝古城，大夏西汉时期西域36国之一，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后因难以言说的原因，居民一夜消失，被千年风沙淹没，沦为遗迹。迷宫挑战正式开始，本阶段任务限时48小时。哼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这个1级设计师漏洞太多了，费半天劲设计个古城，结果任务只是让我们在沙漠里找他，太可笑了！想要一个沙漠就困住我们，痴心妄想！我会用行动向世界证明，大夏只配设计简易级迷宫。沙漠车专业防护装备、GPS 定位装置、无人机、手榴弹、98K 狙击枪 AK-47，大家储备好水源，打起12分的精神，我们要为天王大人覆灭大夏！为了天王，为了伟大的大和民族。青木组长，距离地图标注的范围圈已经不到1公里了，最多再有3个小时，我们就能找到精绝古城。真是无趣啊！这个迷宫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队长，前方100米发现一个商队。NPC 正好可以问问路，省点时间。老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嘿嘿，我叫安利满，是这片沙漠里的活地图。活地图。那你带我们去找精绝古城。精绝古城？不，那里是恶魔的居所，去了一定会受到诅咒的。外来人，黑沙豹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八嘎！婆婆妈妈简直该死，没有人能跟我高贵的大和民族讨价还价。这帮人不会真以为我的迷宫就只是在沙漠里逛圈吧？迷神，这个世界的迷宫任务难道都只有一个单一任务吗？尊敬的设计师，蓝星的迷宫99%都是单一任务设计。您为迷宫设计的3层地图结构与3层任务链是高级迷宫才有的标志，因此被审核为地狱级。我就随便参考了一下游戏设计，竟然就成了高强度。这个世界的人连迷宫套迷宫的基本思维都没有。原来这个世界没有游戏，不是我太强，是你们都太菜了啊！就这水平，凭什么攻破我的迷宫？一群菜狗！队长，南边那是什么？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尊敬的探险家，黑沙豹来袭，请注意躲避。不对劲，普通的沙豹是黄灰色的，怎么会是这种纯黑？救命啊！警告，黑沙豹来袭，请注意躲避。发动汽车，快冲出去，跟着鬼东西赛跑！检测到探险家队伍已出现人员伤亡，健太郎已在迷宫中丧生，田中祥太已在迷宫中丧生，佐藤美孝已在迷宫中丧生，沙月优亚已在迷宫中丧生，剩余探险家6人。我的医生、地质学家、工程师，我的后勤和技术支持全没了！我抗议！迷宫之神，这根本不合理！沙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精绝古城迷宫已通过全面审核，迷宫中任何存在的事物皆为合理。迷神已提前给予提示，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躲避黑沙豹的机会，请探险家专心攻克迷宫。队长，我们的 GPS 定位系统全被毁了，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，而且我们离精绝古城越来越远了。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活下来！去山里找洞穴躲避。这就是大夏的迷宫，一个沙尘暴就团灭了近1半人，太狠了。这黑沙豹的模式不错，我们可以学一下。学？你们也配？这是我们大夏拉玛干沙漠独有的黑沙豹，一群没见识的弹丸小队。活该！之前让你们杀 NPC， 引路的白骆驼被你们杀了，现在知道报应了吧？组长，我们的医疗物资全部丢失，口粮也损失了1半，最关键的是沙漠车的油箱都坏了，接下来只能徒步了。徒步穿越沙漠，还没有 GPS， 这怎么可能？组长，我们投降吧，没必要在这鬼地方受罪了。闭嘴！听好，我绝不投降，更不会向大夏投降。任务很简单，只要找到精绝古城就能赢。我青木林藏，大和最负盛名的探险家，如果败给一个大夏小子，我将身败名裂，成为整个大和的耻辱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天无绝人之路。那个叫林业的小子还是太年轻了。既然设计出这么恐怖的沙暴，就该让他一直吹下去。现在给了我翻盘的机会。全员行动，探索周围环境。我要靠经验重新定位。组长，北边有条河，我们有水了。呵呵，古城必然依水而建，这里水流湍急，是上游。城市一般建在平坦的下游，我们只要顺着水流走，一定能找到精绝古城。队长，我在北面发现了一堆白骨，是黄羊的骨头。这骨头太干净了，一点肉末都不剩，是刚被啃食过的。啊，不对，沙暴结束，野兽们要出来捕食了，我们快离开这儿！队长，那是什么？警告！你们正面对拉玛干沙漠最高级别的捕食者——沙漠行军蚁，其攻击性极强，可瞬间将生物啃成白骨，请注意躲避。这是行军蚁，不，这是怪物！跑！救命！救我！跑！快跑！八个，用枪打蚂蚁，蠢货，走！用火，他们怕火。别停下，快跑！大笑一川已在迷宫中丧生，清水剑已在迷宫中丧生，加藤鹰已在迷宫中丧生，东尼大木已在迷宫中丧生，剩余探险家2/10。该死！该死的大夏人！该死的林业！我一定会找到精绝古城！我发誓！怎么会这样？哟，这就是大河第一探险家的实力吗？被打的只剩俩人了。这个大夏设计师不简单，黑沙暴、行军蚁都是蓝星迷宫没出现过的，换我们上也得被血虐。队长，前面好像有个人影。喂，告诉我精绝古城在哪儿？队长，他穿着我们大河的军服，是100年前的东征军志士。岂可休！林业这个混蛋，竟敢用我大河先辈的尸体来羞辱我！终于找到精绝古城，城里满是毒蛇，损失惨重。找到了女王墓穴入口，但没有钥匙。不要注视那只眼睛，千万不要看，注视者必遭反噬。我被女王诅咒了，等待我的只有死亡。诅咒女王、蛇群，这都是林业故意留下的线索。但任务不是只要找到古城就行了吗？为什么感觉这么复杂？这具尸体到过精绝古城，说明我们离目标很近了。我的推论是对的。队长，你看尸体面对的方向，好像有建筑的轮廓。是他，就是他，精绝古城！恭喜大河探险队完成任务，寻找精绝古城。哈哈哈哈！我找到了！什么狗屁地狱级迷宫，还不是被我青木林藏攻克了？大河万岁！天王万岁！赢了，大夏要被清零了。林业，受死吧！队长，任务完成了，
为什么我们还没被传送出去？对呀，应该直接结算奖励了。难道说这是一个多任务的线性迷宫？不可能，一个1级设计师怎么可能？尊敬的探险家，精绝古城为3阶段任务迷宫，第1阶段任务已完成，自动进入第2阶段。第2阶段任务：深入精绝古城，找到精绝女王的墓穴。提示：后续任务难度将逐级递增。精绝女王已察觉到外来者，古城护卫将展开进攻，剩余时间14小时，请做好准备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见鬼！来呀，林业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！我青木林藏会战斗到最后一刻！你已被精绝古城护卫黑眼怪蛇杀死，检测到所有探险者均已死亡，迷宫挑战结束，大夏国获胜。本次迷宫挑战结算如下：迷宫遇难人数10人，迷宫持续时间35小时，迷宫通关人数0人，迷宫探索度5%。5%？开什么玩笑！花了35个小时，死了10个人，结果只探索了5%啊！这就意味着黑沙豹、行军蚁都只是这个地狱级迷宫的开胃小菜，太可怕了！这个林业到底设计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？根据探险者情绪波动判定，本次迷宫挑战惊悚指数为4，设计师设定基础奖惩数值为5000点，叠加惊悚指数，最终奖惩数值为2万点。设计师林业获得2万迷宫点数，大夏国获得2万国运点，大和国将损失2万国运点。探险队队长青木林藏扣除1万点，其余点数由其他队员均摊。基础值5000点，这个疯子，他怎么敢赌这么大？2万点，这是近1年来最大的一次惨败。我的队员里有人点数不够，他们会被抹杀。队长青木林藏迷宫点数低于50万，降级为3级探险家。队员加藤鹰、沙月优亚、东尼大木迷宫点数出现负值，3人的生命将永远留在精绝古城之中。本次迷宫挑战正式结束，剩余存活者将被传送回万国体育场。一口气赚了2万国运点，还直接抹杀了3个大和人。妈的！幸亏这次大夏的对手是小日子，要是我们，大夏不能再小看了。不可能，大夏人一定是作弊了！我抗议，申请复核。废物！青木组让大和蒙羞，你为什么还不自裁谢罪？大夏终于有人做到了。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。周队，您培养了这么一个天才，真是让人惊叹。我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。他加入统战队才1周，在此之前，我甚至不了解他。没有经过系统培养，那他这些知识，难道他和我一样是摸金校尉班山、谢岭发丘这盗墓4派的人？有意思。周队，一会儿林业出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见见这位天才。恭喜您，设计师林业，您的迷宫首开获胜，您已获得2万迷宫点数，您的设计师等级已提升为2级。等级提升，模型生成速度就会加快，正好可以设计更复杂的迷宫了。您有权选择是否将精绝古城转化为永久性迷宫。永久性迷宫将在自由期对所有国家开放，由您主动选择挑战方。我选择转化为永久性迷宫。恭喜您，迷宫已转化，您可以随时对永久性迷宫进行修改。精绝古城将在今日24点后正式进入开启状态。我要让这个世界好好感受一下大夏的底蕴。不过，奖场数值倒是可以再往上提一提。本轮迷宫大赛已正式结束，各位选手将在5分钟后传送回观众席。Hi bro， 我是刚果的，咱们关系好，你带带我啊。林业先生，我是4级设计师艾哈迈德，加个好友交流一下经验。只要你传授我经验，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事哦。迷宫设计是我的底牌，怎么可能分享给你们这些潜在的敌人？谢谢你，林业，你是我们的英雄。
更是大夏的英雄。是你改变了整个大夏的命运啊！各位太客气了，我和各位一样，只是在为大夏做点我能做的事而已。林业，谢谢你帮我承担了这份责任。高老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叫你总指挥了。刚才高层传来讯息，感谢你的付出，你已被授予大夏最高功勋。另外，高层一致决定，你将成为大夏迷宫比赛的总指挥。迷宫设计统战组和探险家协会都将受你的指挥和调配。大夏迷宫总指挥，一人之下也好。危难之际，正该能者居之。大夏想崛起，必须靠我。这个总指挥的位置，我接下了。不过，我只负责战略，设计统战队的日常管理，还请您继续费心。我接下来要设计更多的迷宫，没时间管琐事。那是自然。林指挥，下一轮比赛很快就到，我们现在就需要开会。是在迷宫岛还是回本土？就在迷宫岛，别浪费时间。林指挥，首先，因为你的壮举，大夏的国运名次已经从濒临淘汰回升到了第90名。第90名，依旧是弱国。大夏拥有全世界最璀璨的文明，岂能沦落至此？林指挥，别有太大压力，我们羸弱已久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扭转的。只要接下来们稳扎稳打，把基础点数设低点，即便输了也能支撑很久。国家让我做总指挥，不是让我来保守苟活的。我现在宣布一个计划，从今以后，每一轮的迷宫设计大赛，除非有特殊情况，否则都由我一人参加。林指挥，我明白你的用意，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设计迷宫消耗巨大。我建议还是交叉参赛，给你一些缓冲时间，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周老，不必担心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我会让大夏在最短时间内重返顶尖强国之列。到那时，各位想去大赛锤炼自己，才会更加从容。现在你们要做的是在我的迷宫中唤醒你们对千古大夏的记忆。林指挥，探险家协会这边也请你给出下一步的指引。金会长，这一年我们攻破别国迷宫的成功率如何？70%以上。我是4级探险家，蓝星探险家榜单排名第20，我们大夏的探险家不弱于人。很厉害，金会长，看来过去1年都是你们在支撑着大夏。不过现在由我来了，你们的压力可以小很多。我希望从现在起，除了大赛强行指定的对决，探险队暂停主动进攻任何有风险的永久性迷宫，只打必胜的仗，保存实力，研究对手，什么时候全面进攻，等我的指挥。林指挥，任何国家都是2条腿走路的，你……金会长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正因为探险队是宝贵的资源，我才不希望你们冒不必要的风险。我有信心，接下来的迷宫一场不败。这个人真是狂得没边了，竟然想一个人扛起整个大夏的国运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。果然，这些所谓的强国虽然历史资源丰富，但设计手法太粗糙了，根本没发挥出古迹的最大威力。会议就到这里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明天我的精绝古城大概率会再次开启，希望各位通知所有的设计师和探险家积极观看直播。我相信，这对各位水平的提升会大有裨益。周老，林指挥的能力不容置疑，但他是不是有些太自负了？金会长，你是探险家的天才，林业是设计师的天才，你们都是大夏的希望，一定要好好合作。我明白，都是大夏血脉，我自然100%支持他。明天精绝古城再次开启，或许看完了迷宫的全部，我们的一切疑虑都会消失。一人之力对抗全世界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迷神，我要对我的永久迷宫进行修正。东贵的设计师，您可以随时对您的迷宫进行调整，转化为永久性迷宫之后，你可以随时开启迷宫设计空间。迷宫内容不需要调整，我现在是2级设计师，可以设置的基础点数上限是多少？迷宫基础点数最高可设置为2万点。警告：过高的基础点数是危险行为。为维持平衡，在您提升基础点数的同时，迷宫挑战人数也会随之增加。增加挑战人数来削弱设计师的优势，哼，真是阴险的迷神。不过，精绝古城的底蕴可不是靠人多就能攻破的。迷神，将我的迷宫基础点数设置为2万。正在测算，如果基础点数提升至2万，精绝古城的容纳人数将提升至50人。50人是前所未有的规模，将带来巨大的战术变量。请问设计师是否确认？我确定。已接受修改指令，您的迷宫精绝古城最新信息将在明日0点正式公布，并同步开启12小时报名。好了，就等明天，看看重赏之下会有多少勇夫了。
一群所谓的专家只看了5%的探索度，就在这指点江山，还说我的精绝古城是空壳，真是可笑。精绝古城第一阶段攻略：1. 获取白骆驼，它是沙漠圣物；2. 躲避黑沙罩，携带燃烧瓶对抗行军蚁；3. 古城守卫可能是蛇群，需逮捕蛇人；4. 注视者必遭反噬，是最终线索。哼，分析的倒挺到位，可惜啊，你这点攻略连给我挠痒痒都不配。希望迷宫完全展现后，你还能写出东西来。精绝古城迷宫现在共有56支探险队主动报名：1. 埃沙国开罗探险队；2. 6. 大和国青木组探险队。好家伙，竟然还敢来！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。既然不服，那就把你们彻底打服。迷神，这次我选择大和的青木组。已收到设计师的选定指令，您的迷宫将在今日12点正式开启。天王大人，请您原谅我的过错，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，让大和蒙羞。起来吧，青木君，我召见你，不是来替你讲失败理由的。你的失败确实让大夏那个将死的国家又多喘了几口气，但一次失败算不得什么，大夏已危如来养。不过，想继续做大号第一探险家，你必须洗清自己的屈辱。天王大人，我绝不会再让您失望。我已经报名了精绝古城的挑战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攻破它，把丢失的颜面全部找回来。不要太自负了，你的直播我看了，太急躁，还随意杀人，坏习惯总也改不掉。这次我会让幕府组来协助你。幕府组？招幕府组来，功劳算谁的？外界只会说我青木林桑是靠他才赢的。天王大人，我青木组是最好的，不需要幕府组的帮助。青木君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作为一个失败者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。不敢，请您原谅我的莽撞。青木，你没有试错的成本。这次失败会让那个大夏天才的迷宫点数暴涨。我要你做的就是务必斩杀林业，万无一失。这个混蛋在这么多队伍里偏偏选择我，是觉得我最弱吗？可恶！天王大人放心，为了大和的荣耀，我会放下与幕府组的界隙。这一次，我必将斩杀林业。林指挥，别在意这些人的叫嚣。放心，他们现在叫得越欢，待会儿脸就越疼。这个疯子，总共就2万迷宫点，这次竟然全压上去了。只要输一个人，他就会被直接抹杀。我攻略迷宫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过。别这么严肃，都放松点，就当看一场大片。探险家青木林藏已被指定为总指挥，探险家德川昭已被指定为副指挥。青木君，希望这次我们合作愉快。上一次在迷宫里，你可是相当狼狈啊。德川君，只要你服从命令，我自然会拿下迷宫。你要清楚，我才是总指挥。哈哈哈哈哈！青木君，如何？我幕府的装备可比你青木组强多了。蠢货，这是探险解谜，不是上战场打仗。强拆迷宫是会被迷神惩罚的。欢迎来到金桔古城，你们所处的是拉玛干大沙漠。金桔古城是大夏西汉时期西域36国之一。第一阶段任务：找到沙漠中的金桔古城，限时48小时。挑战正式开始。青木君，时间紧张，我建议直接开坦克冲过去。我大和的坦克什么极端环境都能应对。不行，你没经历过黑沙暴，不知道它的恐怖，所有通讯设备都会失灵，我们会彻底迷失。要避开黑沙暴，就必须先找到那支白骆驼商队。所有人，按我上次的路线前进。发现目标，幕府组准备火力进攻，把白骆驼抢过来。住手！不可强攻，这件事我自有安排。你在车里待着。老先生您好，我们是来自遥远国家的商人，十分迷恋大夏文化，特来寻访，却在沙漠里迷了路。嘿嘿，我叫安利曼，是这沙漠的活地图。你们很有眼光，大夏地大物博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希望能借您一匹白骆驼，听说只有它能带人走出沙漠。画很好看，我收下了。金条你们拿回去。我们大夏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，古代这里有条丝绸之路，我们欢迎所有友善的客人。就算你们不送礼，我也会把白骆驼借给你们的。黑沙暴要来了，
跟着他走，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多谢安利满大叔。呵呵，大夏人就是好骗啊。把这具尸体烧了！林业这个混蛋，竟用我大和军人的尸体来恶心我们！恭喜大和探险队完成第1阶段任务，第2阶段任务开启，探索精绝古城，并找到精绝女王的墓穴。警告：精绝女王已察觉到来犯者，古城护卫将展开猛烈进攻。哈哈哈，德川君，看来上次只是我的失误，这迷宫只要掌握方法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就别墨迹了，直接进城。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守卫呢？古城遗迹里满是毒蛇，我们损失惨重。德川，你真是一点智慧都没有！线索已经很明白了，守卫就是毒蛇。你以为我带驯蛇师进来是干什么的？去那里，女王墓局大概率就在城市中心的神殿里。我只负责战斗，不过大夏竟然也有女王。肯定是模仿我大和的贝美珍女王，要是找到她的尸体，我一定好好玩弄一番。精绝女王感受到了外来者的不敬，蛇群将展开无差别杀戮。我操，这么多，这他妈绝对有几千条！所有驯蛇手，给我控制住蛇群！你他妈在逗我？驯服几千条剧毒怪蛇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驯蛇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驯蛇师毫无效果？青木林藏，你就是个傻八嘎牙路！你以为设计师会设计出这么简的破解方法吗？你对战斗一无所知！所有幕府战士，全力攻击！给我把这些蛇全部清除！检测到探险家破坏迷宫核心场景，所有破坏行为将被记录，并在结算时给予惩罚。住手，德川！这样我们会被迷神惩罚的。醒醒吧！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被惩罚也比全死在这里强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都让开！所有特种兵去外面开坦克进来。既然蛇不好杀，我们就把这破城夷为平地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警告！探险家正在刻意破坏核心地图，将面临严厉惩罚。你们的破坏行为已彻底惊动精绝女王，墓穴中将面临更严酷的考验。你，刚才的混战，我青木族死了20个人，很多都是被你的炮火误伤的。德川昭，你无差别攻击，杀我组员，是何居心？哼，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，天王大人只会嘉奖我的当机立断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后面就看你的了。恭喜大和探险队完成第2阶段任务，第3阶段终极任务开启。损失惨重，但总算找到了，离通关只剩最后一步。技术人员准备，全面测量神殿。青木队长，墓穴就在祭坛正下方，深度40米内，面积约500平，足够了。一个小墓穴而已。现在，给我找出进入墓穴的机关。用得着这么费事？直接开挖不就完了？动动脑子，这墓穴只有500平，挖塌了任务就直接失败。机关一定在这里。见鬼！迷宫里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我们没有钥匙，不要注视那只眼睛，千万不要，否则会受到女王的诅咒。注视者必遭反噬。注视者必遭反噬。注视者，如何才能不注视？如果没有眼睛，不就做到了吗？基座上的圆洞，不就是一个眼窝的形状？我明白了，钥匙就是一颗眼睛。这个祭坛是让我们献祭一颗眼睛，开什么玩笑？钥匙怎么可能是人的眼睛？大夏人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变态的东西，你根本不懂。这个林业和所有大夏设计师都不同。德川，命令你的幕府组找个人献祭眼睛。你青木林藏，你这是蓄意报复！我才是总指挥，如果判断失误，我自会负责。你现在是要违抗命令吗？我青木组剩下的都是技术专家，对探索墓穴至关重要。
而你们这些武士瞎一只眼也无伤大雅，这是对队伍影响最小的损失。你们幕府整天把武士道挂在嘴边，扬言为尊严切腹，现在连献祭一只眼睛都做不到，这是在玷污我大和的武士道精神。好，很好，青木林藏，你记住你说的话。如果不能破解迷宫，你就等着在天王大人面前自尽吧！为了天王，为了武士道！青木林藏，你最好是对的，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好看！恭喜各位挑战者成功破解谜题，并成功开启精绝女王墓穴入口。请进入女王的墓穴，找到精绝女王的棺椁。你们的迷宫挑战时间还剩43小时。哈哈哈哈！我果然猜对了，这个林业地图设计的不错，但解密还是太烂了。不，一般人也想不到用眼球当钥匙。可惜你遇到的是我，大和的第一探险家德川，看到了吗？我的指挥没有任何错误。大和的同胞会感谢你这小小的牺牲的。所有人打起精神，我们就要进入最后关卡了。只要破解这个地狱级迷宫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大和的英雄。为了天王，为了天王！林指挥，大和探险队已经进入迷宫的核心区域了。我们，周老，放轻松。您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相信我，或者说，相信我大夏几千年的底蕴。这个青木林藏确实有点水平，最起码这次没让我失望。上次他连古城都没走进来，这次5小时连破2个任务，算有点长进。不过他不知道，这第2个任务其实是3个任务里最简单的。打开女王墓穴的钥匙本来是藏在精绝古城佛塔顶上的一块宝玉，但他直接把古城给炸了，自然找不到。没想到他还真走了我设计的第3条路，用人的眼球。只能说，变态的民族确实喜欢干变态的事儿。其实这个青木林藏能顺利进入女王墓穴，我还觉得有几分开心。这样我设计的墓穴才能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林指挥，您未免太任性了，竟然还盼着他们完成任务，这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金会长，你理解错了，我不是希望他们完成任务，而是希望他们能让这个世界真正见识一下大夏古迹的底蕴。不然，蓝星的众多国家还会一直把我们当成弱国。各位，接下来你们都要注意力集中一点了，好好看看我大夏古迹的真实实力，因为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都给我小心谨慎点，关掉手电筒，用火把。地下墓穴怕强光，可能会引起坍塌。幕府组的武士在前面开路。前面的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停下？青木指挥，前面。各位探险者，现在处于女王墓室的第1层，蛇骨长廊，请穿过长廊的沙池，尽快前往下一层。该死！竟然还有下一层！这诡异的蟒蛇骨架、石柱上的尸体、流动的沙池，惊悚度拉满了。或许，这个女王墓才是林业真正的迷宫。不可能！设计时间只有24小时，他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，这一定是故弄玄虚。德川君，这个沙池一定有陷阱。真是见鬼！搞了半天，现在才真正进入正题。青木君，你是指挥官，你来处理。派你们幕府组的一个人去探路，我必须根据陷阱类型来解密。八嘎！让你们探个陷阱，你们也不敢？想当逃兵吗？再不动，我就以背叛天王的名义宰了你们！救命！德川将军，救命！救命！清水剑触发了流沙陷阱，已在迷宫中丧生。死亡路径陷阱，这是最麻烦的陷阱，只有一条正确的路。破解的线索一定在精绝古城里，但被德川这个蠢货给毁了。现在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。所有人排队，一点点把正确的路径趟出来。你们幕府组的武士打头阵，全都听好，按青木指挥的安排，给我往前冲！
三木小次郎触发了流沙陷阱，已在迷宫中丧生。吉村卓触发了流沙陷阱，已在迷宫中丧生。耻辱！奇耻大辱！伟大的大和民族竟然被像牲口一样玩弄！各位，你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，天王大人会嘉奖你们。但愿如此吧，青木君。如果最终失败了，你要负全责。我不会失败，我一定会攻破迷宫。林业对我们所有的伤害，我都会让他加倍偿还。各位探险者，现在处于女王墓穴的第2层进攻，请找到真实的女王棺椁。迷宫剩余时间40小时。怎么会有2个棺材？扯淡！是选择性陷阱，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，假的一定有致命陷阱。青木君，你是解密大师，快找到正确的棺材！该死，这个混蛋，为什么这么多陷阱？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探险队分成2组，我和德川君一组负责北边的棺材，其他人负责南边的。我们同时开棺。我去你妈的！这算哪门子解谜？说白了，还不是拿队员的命去试错？你和用炮弹轰炸古城有什么区别？那你有更好的方法吗？没有就听我的，不然你就原地自尽。3、2、1，开棺！我的眼睛！小田纯一郎触发了毒物，已在迷宫中丧生。井口谦触发了毒物。这个该死的林业，他在耍我们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没时间了，快！好精彩的陷阱设计，自愧不如，真是自愧不如啊！蛇骨回廊、进攻的青铜镜，都是大夏独有的文化元素，却被他玩出了如此惊悚的美感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式恐怖。金会长，我说过，希望大家能从我的迷宫里找到大夏断层的文脉。你是大夏最优秀的探险家，我想考验一下你。如果现在身处迷宫，你会如何破解蛇骨长廊和进攻？林指挥，您的迷宫确实可怕，我只能根据直播视角猜测。第1层蛇骨长廊，解密关键应该在那2颗蛇头之上，蛇眼注视的方位可能就是陷阱的位置。第2层的进攻，关键在于那些青铜镜，大概率是要通过改变镜子的位置，让光束聚焦为一点，从而看出水晶棺里的真容，辨别真伪。金会长真厉害，思路基本都对，不像那群小日子只会用自杀的方式。看来以后我的迷宫要设计得更难一点才行了。林指挥，您别取笑我了，纸上谈兵容易，真在那种环境下，我也不保证能沉稳思考。青木林藏的实力不弱，他现在这样，完全是被您的设计搞得心态崩溃，丧失了思考能力。金会长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女王墓室还有最后1层，而这最后1层的难度比前2层加起来还要高。设计它，我用了1半以上的时间。你一定要仔细看，然后尝试破解一下。如果你最后1层的破解思路也是对的，或许未来我会允许你自由地展开迷宫探险。各位探险者，现在处于女王墓穴的第3层，真正的女王墓。这里是扎格拉玛山的山谷底部，打开女王的棺椁，并一睹女王的芳容，然后成功离开墓室，挑战便可完成。怎么还有？这底下怎么还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世界？八嘎！这个林业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一个迷宫的体量快赶上别人10个了，我们的道具全没了，只剩下2个人，还怎么玩？德川昭，给我站起来！你是在给大夏人下跪吗？我们根本算计不过他。八嘎！胜利就在眼前了，必须坚持下去。看到那条河了吗？只要沿着它走，就能找到女王棺椁。我们还有40多个小时，完全有机会。恭喜探险家，已经来到本迷宫尽头。
在你们面前的便是放置精绝女王的昆仑石墓，以及守护她的尸香墨鱼。哈哈哈哈哈！找到了，我还是找到了。林烨，你这个迷宫是我见过最强的，但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。今天你必须被抹杀，我大和必然站在世界之巅。走吧，德川君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女王的棺椁。我不过去，绝对不过去，有陷阱，那朵花一定有陷阱，要过去你自己去。废物，你就等着被惩罚吧。现在你应该明白，为何我才是大和第一探险家，而你只是个武夫。好古怪的设计，这朵花到底是什么含义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在我的认知里，尸体都应该是腐烂的白骨，但这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人。不对，是美人计，是林烨想乱我心智的假象。太美了，我从未见过如此惊艳的美貌。她太美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？虽然是具尸体，但比现实里任何女人都漂亮100倍。你们看，那个青木灵藏已经失神了，他被勾住魂了。幻觉吗？不对，这里一定有鬼，是陷阱！我要逃！德川昭，你要干什么？快保护我离开！青木临仓，我们任务就要完成了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！你害死我的队员，还让我瞎了一只眼！今天我就要以武士的名义将你斩首！你他妈疯了！这是虚拟世界，出去大家都会活过来，你要背叛天王吗？住手！快拉我上去！混蛋！你这个叛徒！探险队副指挥德川昭已被总指挥青木临藏枪杀，检测到探险队出现故意伤害队友的行为，在迷宫结算时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这个混蛋是嫉妒我，不想让我通关，谁也无法阻止我。怎么还有尸体？这才是德川昭，不可能！刚才他明明被我打下了深渊啊！青木临藏，你怎么了？回答我！青木！不好，这墓穴要塌了！你无意间闯入了精绝古城迷宫的隐藏地图，鬼洞族先知的密室，迷宫胜利时间39小时。该死，该死！明明只差一步，都怪德川昭那个混蛋！任何设计师都不会平白无故设计一个额外地图，这里一定有逃出去的玄机。天王保佑！这是我们大河的标志，这画的不就是我们探险队吗？第一幅是我骗走白骆驼，第二幅是德川昭用坦克毁城，第三幅是蛇谷长郎死掉的10个队员，第4幅是进攻里只有我和德川昭活了下来。
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迷宫开启后无法修改，林业怎么可能预知到我们在迷宫里发生的一切，甚至连每一层的死亡人数都一清二楚？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这是我和德川昭在桥上，这里本来就有2具干尸，那第三具是我。预言，这石碑预言了我会死在这里。啊！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这比黑沙豹行军蚁要恐怖10000倍，就好像有个神明在天上看着我，我走的每一步都早就被看透了。假的都是幻觉。尊敬的探险家，你已在迷宫中选择了自杀，检测到所有探险者已全部死亡。本次迷宫挑战宣告失败。接下来将对本次迷宫进行奖场清算。由于探险者阵营存在大量违规行为，奖场系数判定需要一定时间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操！石碑预言了一切，林业怎么做到的？这已经超出设计的范畴了，这是神迹！太恐怖了！那个大河第一探险家最后居然被活活逼疯自杀了。林指挥，您的精绝古城是我见过最可怕的迷宫。恕我直言，我想不出任何破解这最后一层的方法。之前我还觉得他独揽大权太拖大了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他的实力完全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没关系，金会长，其实我这个迷宫设计出来，就不是让人来完成的。神迹，简直是神迹！林业，最后那个预言石碑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符合常理呀！周老，这涉及我迷宫的核心机密，恕我不能透露。这是鬼吹灯里的核心设定，精绝女王和先知都来自能掌控部分时空之力的鬼洞族，预知未来并不奇怪，只要这个设定能说服迷神，就足够了。各位，先别讨论了，结算还没完，我要好好看看这次能从小日子身上刮下来多少油水。怎么还没结束？我们又输了。青木林藏，都是你这个混蛋！本次迷宫挑战结算如下：迷宫遇难人数50人，迷宫持续时间10小时，迷宫通关人数0人，迷宫探索度99%。99%，这简直是最大的羞辱。那剩下的1%，是永远无法逾越的天堑。根据50名探险者展现出的状态，本次迷宫挑战的惊悚指数判定为10。经检测，在本次迷宫挑战中，大河探险队有诸多违规行为：一、使用坦克强行摧毁精绝古城，惩罚指数+2；二、在精绝古城中误杀大量队员，惩罚指数+2；三、在蛇骨回廊和进攻使用卑鄙的自杀战术，惩罚指数+2；四、指挥官青木林藏蓄意杀害副指挥德川昭，此为最严重的违规行为，惩罚指数+4。综上所述，本次迷宫之神给予大河探险队的惩罚指数为10。惩罚指数也是10倍惊悚指数，再加10倍惩罚，本次迷宫挑战，设计师设定的基础奖惩数值为2万点，叠加惊悚指数后，探险者失败惩罚基数为20万点，再叠加惩罚指数，最终惩罚数值为200万点。大河探险队将被扣除200万迷宫点数。青木林藏作为第一指挥，违规行为最严重，扣除40万迷宫点数。德川昭作为第二指挥，存在违规行为，扣除30万迷宫点数。井口坚扣除10万迷宫点数。小田纯一郎扣除5万迷宫点数。经结算，总指挥青木林藏，副指挥德川昭，迷宫点数低于10万，降级为2级探险家。队员井口坚、小田纯一郎、都康木等45人，因迷宫点数清零出现负值，将被直接抹杀。本次迷宫已完全结束，迷宫关闭，进入倒计时，3、2、1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林指挥牛逼！太解气了！看那帮小日子以后还敢不敢嚣张！我爱你，林指挥！
时势造英雄，林业，你正在靠一己之力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。以后，统战队无条件执行你的任何决定。周老别激动，机操而已。各位，安静一下。迷宫结束了，我也该领一下我的奖励了。恭喜您，尊敬的迷宫设计师林业，您的精绝古城迷宫2次开启取得胜利，你已获得20万迷宫点数，您的设计师等级已提升为3级。等等，大河被扣了200万，怎么到我这就剩20万了？这也差太多了。提示：惩罚指数仅针对探险者一方，不影响设计师的迷宫点数收益。设计师的点数奖励由基础点数乘以惊悚指数构成。此举是为了维持蓝星的平衡，防止恶意刷分。原来是这样，设定还算合理，不然一口气200万点数直接登顶，确实会破坏平衡。行吧，也无所谓了，靠着大夏1000年的底蕴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赚点数。恭喜设计师，您已成功晋升蓝星迷宫设计师榜单 TOP 100，将获得1次迷宫点数惩罚赦免权。免死金牌有点意思，不过我可没打算输。恭喜设计师，您的迷宫精绝古城已打破蓝星多项纪录，成功登顶蓝星迷宫榜。您将获得1次特殊的迷宫抽奖，这是对强者的至尊奖励。您可以从您的迷宫中抽取任何一个事物。抽奖？我靠，这个好！虽然没给200万点数有点不爽，但这抽奖可太有意思了。就让我看看我这欧气怎么样。不过我这迷宫里都是些啥啊？一匹白骆驼，一朵尸香魔芋，抽到这些玩意儿能干啥？总不能抽到一群沙漠行军蚁，拿去小日子家搞生物战吧？算了，直接抽吧，就当图一乐。迷宫奖励抽取中，请设计师耐心等待。我操，一抽出金！恭喜设计师，抽取到了精绝古城迷宫中的最高奖励——精绝女王。精绝女王已被送至您在迷宫岛的私人公寓，请设计师查收。不是，啥情况？抽到了精绝女王，一具尸体！迷神这是想害死我啊！迷神，这个奖励我不要了，您老人家赶紧收回去吧。迷宫奖励一旦抽取，便与设计师完全绑定，不得收回。所有生物类奖励将对设计师绝对忠诚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，请放心。林指挥，快看，榜单更新了！才98名吗？不过也无所谓，只要能带大夏崛起，排名都是虚的。林指挥，恭喜！您登上了设计师天榜，您的迷宫还登顶了风云榜，这是我们大夏的荣耀啊！周老，金会长，榜单看看就得了。我说过会带大夏重新崛起，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各位，精绝古城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我的重心会放在新一轮的迷宫设计大赛上。周老，大赛规则需要您和我详细说说。下一轮我们的对手还是随机指定吗？不是，下一轮是乱战轮，国运值排名前50的国家有权自由指定交战国。自由指定？是的，这等于是强国的特权，弱国就像商品一样任人挑选。如果多个强国同时指定一个弱国，还需要用拍国运点竞拍参战权。真是残酷的规则，看来必须尽快提升国运，进入前50，拿到主动权。乱战轮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乱战轮会给出固定的迷宫主题，所有设计师都必须设计相应主题的迷宫。就在今天0点，迷神已经发布了本轮的主题：丛林。丛林，大夏的丛林，神农架，瓦屋山迷魂套。不，有一个更完美也更恐怖的选择：古滇国、献王墓、云南虫谷。精绝古城展现的是西域的神秘，那云南虫谷就该让世界见识一下大夏秘术的残忍与诡秘了。轮术、蛊术、降头术，再加上独有的风水秘术，这一次我要让那些探险家体验真正的绝望。我知道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4天后的迷宫大赛。下一次我会带着大夏去到更高的地方。林指挥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？比如搜集资料，大夏本土也会全力协助您。古籍断层，
他们就算想帮忙，也是有心无力。关于云南虫谷，我脑子里的资料已经足够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剩下的几天，大家自由活动，提升自己。等你们变强了，自然就能帮我分担。我习惯一个人待着，准备闭关了。林指挥，金会长，还有事吗？林指挥，我一真有个疑问，请问您在加入统战队之前是什么身份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先自报家门，我加入探险者协会前是个见不得光的盗墓者，派系是摸金校尉。说起来，应该是大夏最后一个摸金校尉了。摸金校尉，曹操设立的官道，精通寻龙分金，难怪他能成为顶尖探险家，原来是有家传底蕴。林指挥，能设计出精绝古城这样对墓穴了如指掌的迷宫，您一定不是普通人。不知是哪个盗墓世家的传人，如果是同行，希望以后能多多合作。金会长误会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盗墓世家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学者而已。不过分金定穴的风水知识，我确实了解一些，以后可以交流。还说自己不是既懂墓穴又会风水，还了解各种奇诡生物，这不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祖师爷吗？你回来了，我的召唤者。召唤者，居然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迷神的力量真是匪夷所思。这可是恶女中的恶女，鬼母转世，手段残忍的蛇蝎美人。就算迷神说她对我绝对忠诚，也得相信。我知道真实的精绝女王是什么样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。你将我从死亡深渊中复活，便与我达成了最牢固的契约。我的名字是乌禅那加海，你可以叫我小乌，而我应该称你为主人。主人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在我的世界，能复活鬼母灵魂的，都是我们鬼洞族信奉的蛇神化身。侍奉神明是我的天职。随你怎么称呼吧。主人，你我心意相通。我知道你正在为大夏国而战，要设计迷宫对抗异族，小巫可以帮到你。哦，古滇国的邪术本就脱胎于魔国鬼母，献王墓里的昌术蛊术，我可是专家。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守护蛇神是我的本职，而且我是鬼洞族人，也流着大夏的血脉。在这个被更高级统治的世界，只有你才能带领我前进。很好，合作达成。你不是有鬼母的神力吗？用你的魔眼，把那帮小日子都石化了，让我开开眼。可惜，我的神力已经被迷神封印了。我现在能帮助主人的，只有身为鬼母的一些阅历和知识了。这样啊，也行。小巫，我接下来要设计的迷宫是古滇国的献王墓。献王手上有你们鬼洞族的神物妙晨珠，你对他了解多少？那个老变态为了长生，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。他的邪术都是从魔国巫术演变而来。主人如果愿意听，我可以慢慢讲给你。夜还很长，主人，我们边喝边聊。虫谷的体量和难度远超精绝古城，光是遮龙山里的夫妻老容、人蛇共生、通人或是不死虫，随便一个都够他们喝一壶。主人，献王的虫术核心在于利用活人做引，制造出不死的怪物，比如那些死漂，就是用孕妇的尸体。设计时间只有24小时，必须提前做好万全准备。如果时间不够，就先开放献王墓之前的部分，也足够虐他们了。天竺梵天探险队已在您的迷宫中全员丧生，你已获得3万迷宫点数。小韩国釜山探险队已在您的迷宫中全员丧亡，你已获得5万迷宫点数。凯旋帝国日不落探险队已在您的迷宫中全员丧亡，你已获得2万迷宫点数。虽然惊悚指数下降，奖励变少了，但每天都有几万点数自动入账，就像收利息一样，倒也挺爽。天王大人，青木林藏已于别墅内自杀，
德川昭及其他幸存者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精神状况极差。医生发现，他们肩膀上都生出了和精绝古城神殿眼球一样的红色疹子。此外，国内民众情绪低落，多地出现大规模游行，要求德川昭等人自裁谢罪。叛徒德川昭，自裁谢罪！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下去了。由于青木林藏和德川昭的过错，大和民族蒙受奇耻大辱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。我已向蓝星各国发布声明，下一轮乱战轮，我大和将主动挑选大夏作为对手，谁敢跟我们抢，就是与大和为敌。天王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那林业风头正盛，天竺凯旋帝国都失败了，我们应避其锋芒才对。八嘎，安倍，你是在违抗我的命令吗？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但我们大和的武士道精神可以接受失败，绝不接受懦弱。大夏不除，我寝食难安。下一轮是主题限制，那个林业未必擅长，这正是我们反扑的最好机会。大夏有句老话叫养虎为患，必须在这头虎崽子还没完全长大前将它彻底斩杀。天王大人，请让我带队，我将洗刷幕府组的耻辱，请让我们忍者组出战。樱花组请求参战，浪人组愿为前驱。都别争了，这一次你们都要进入迷宫。下一轮本天王要披挂上阵，亲自带队，你们4人一同辅助我。天王大人要亲自挑战迷宫。天王本就是最顶尖的探险家，青木林藏都是他的学生。幕府组、忍者组、樱花组、浪人组4大精英探险组倾巢而出，再加上天王大人亲自领队，这是集结了举国之力，要与大夏决一死战。天王大人万岁！各位，养足气力，明日我们一同赶往迷宫岛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我们大和民族的实力。金会长，准备的如何了？这次乱战轮一旦被强国选中，你们探险队也要进入对方的迷宫，压力不小啊。周老放心，我和队员们都调整到了最佳状态，不能总让林指挥一个人扛着，我们探险队也会拼尽全力。周老、金会长，你们都到了。林指挥，这位是？周队长、金会长，我是林业的专职女助理，你们叫我小屋就好。林指挥事务繁忙，衣食起居都由我来照顾。原来是助理啊！我说怎么拒绝了我安排的人，原来是自己有人选了。不过这身高体型怎么和精绝女王一模一样？难道林指挥是把她做成了迷宫 BOSS？ 真是别出心裁啊！周老，说正事，这次哪个强国会选我们？是大和国，他们天王昨天向全世界发表了声明，主动挑选我们，还放话谁敢干涉就是与大和为敌。据说这一次，大和天王会亲自带队探险。林指挥，你一定要把迷宫难度设高点，千万别冒险。又是他们，这帮混蛋还真是有受虐倾向，正好省得我费心了。上次没打透，这次我要把大和国直接从强国席位上拉下来。参见天王大人！大和民族是蓝星最伟大的民族，这次我将为大和民族而战。天王万岁！天王万岁！气氛搞得倒挺热烈，就是不知道进了我的云南虫谷，他们还能不能这么有精神？林指挥，这个天王不简单，他以前是很有声望的考古学家，攻克过不少噩梦级迷宫，探险者排名一直在前10，而且他对我们大夏的史书研究很深，你千万不能轻敌。放心。各位蓝星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迷宫之神。本轮为乱战轮，由蓝星前50的强国主动挑选对手。哀沙国支付5万国运值，挑选对手为索马国；天竺国支付1万国运值，挑选对手为巴阳国；大和国挑选对手为大夏国。各国交战序列已全部确认，请各国在10分钟内派出迷宫设计师。大夏国参赛选手为3级迷宫设计师林业，大和国参赛选手为5级迷宫设计师宫崎英高，凯旋帝国参赛选手为4级迷宫设计师克里斯托弗·诺兰。参赛各国已全部完成选手登记，本轮迷宫设计正式开始，所有参赛选手已被传送至迷宫设计空间。
尊敬的设计师，迷神再次提醒您，本次迷宫设计的主题为丛林。迷宫中丛林的面积需达到60%以上。您的迷宫设计正式开始，设计时间为24小时，倒计时开始。因为之前已经和小屋模拟过整个设计过程，所以现在胸有成竹。第一步，先设计遮龙山和云南崇古的大地图。遮龙山位于云南境内，海拔3300多米，当地人称之为哀藤。遮龙山紧靠澜沧江支流蛇河，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，形成一条溪谷。谷中终年妖物不散，毒虫滋生，故称崇谷。遮龙山地势险峻，无法行走，要从遮龙山进入崇谷，必须走蛇河的水路。谷内看似山清水秀，实则危机四伏，群山环绕，密林苍茫，深不可测。遮龙山的原型是哀牢山，我曾随考古队去考察过，就按照哀牢山的真实信息来设计。大地图生成需要时间，同步赋予它历史背景。要设计献王墓，必须先把古滇国的历史讲清楚。滇国，大夏秦汉时期在云南的一个小国，秦末天下动荡，此地闭关锁国，自立为王。古滇国信奉巫神邪术，国中产生矛盾，信奉邪神的一派为避乱，迁徙到澜沧河畔的深山中生活，也就是崇古。这群人中有一位精通虫术的领袖，自称献王。遮龙山和崇古地图已生成完毕。5个小时，比预想的快。晋升3级设计师后，速度果然提升了，但大地图只是皮毛，接下来才是关键。崇古外围包裹着终年不散的白色瘴气，重者即死，人莫能进。遮龙山与崇古相连的蛇河洞穴中，设置大量倒悬的穿引人俑。穿术，古滇国3大邪术之一，其原理是将穿引给活人吞下，穿引在人体内产卵，再将活人封住七窍，只需3到5天，人体内的血肉内脏便会成为幼虫的养分，人皮迅速干枯，形成外壳。当虫卵吸食进人体内所有汁液脏器后，人体会形成一个空壳，可维持1000年。一旦外壳打破，蛰伏1000年的毒虫便会一涌而出。尊敬的设计师，您的设计十分复杂诡异，迷神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处理。您的设计是迷神在南星几百个迷宫中见到的最变态的一类。瞳术就是用活人血肉养虫，是暗黑威力加强版的蛊术，但这个时代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小日子当年在大夏搞细菌战，拿我们同胞做人体试验，我如今便用更残忍的手段，让他们生不如死，以恶制恶。我不妨就做一次那灭绝人性的献王。崇古毒杖已生成完毕，3000个藤引人俑置入已完成。生成地图用了5小时，光是3000个人俑又用了5小时，可见这处术有多复杂。时间不等人，继续。在蛇河地穴内，除了左引人俑，再加入2种生物：刀齿风鱼和青鳞巨蟒。刀齿为鱼，群居生活，杀伤力极强，铁皮也能被它们咬得粉碎。青鳞巨蟒是献王专门饲养的怪蟒，长达30米，它们因食用豚饮而变得巨大。这样的巨蟒设计2条，按蓝星记载，最大的蟒蛇不过10多米，但我给出的信息足够自洽，蟒蛇寿命本就长，吞食冲饮活到1000年，体型长到30米，符合逻辑。10000条刀齿葵鱼置入已完成，2条青鳞巨蟒置入已完成。做了个大概，就花了14个小时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没办法，硬着头皮也要搞。幸好我选择了分段设计，否则24小时根本不够。迷神，接下来是这个迷宫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我未来迷宫的基石——风水。风水是大夏独有的文化，本质是一种选址手法，最早见于近代藏书，可追溯至周易。献皇精通风水，他的墓穴必须建在龙脉之上。遮龙山崇古的风水并不好，所以献王要改风换水，将此地改成假的龙脉。他需要改建一个9曲回环、朝山仙歇的局，穴眼便在此处。在这个穴眼位置设置2棵生长在一起的夫妻老榕树，树洞里有一个玉制棺材，是献王大祭司的安眠之地，也是主墓的陪灵。献王将大祭司的尸体与一条剥皮巨蟒的尸体结合，经过1000年，两者合2为1，形成人藤蟒的结合体。巨蟒死后，尸体散发出大量红色肉线状的藤引真菌，攻击周围活物吸收养分，保持大祭司尸体1000年不腐，这样血眼便有了1000年的生机。刚才设计的2条巨蟒，一条留在这里用。经过分析，设计师的人蟒设定符合科学逻辑，但生成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。您的迷宫设计时间只剩10个小时，是否继续？开始设计。
祭司与蟒蛇的结合体已置入迷宫。迷宫设计倒计时0点23分58秒，只剩20多分钟了。山神庙、葫芦洞、凌云宫都还没建，更别说后面的祸事不死虫、肉灵芝和献王瞩目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就像考场上作文没写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结尾。完成题搞不出来，就先推个体验版，反正这个体验版也足以达到地狱级强度。迷神，我的迷宫暂时设计到这里，接下来设置任务。任务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在虫谷中找到大祭司的棺椁，取得其中的玉石手杖，然后安全离开虫谷。任务完全成立，接下来您需要为迷宫设置奖惩数值。我现在是3级设计师，初始奖惩数值能设到什么程度？按照您现在的等级，基础数值区间为500到5万。很好，给我把基础数值设置成5万。尊敬的迷宫设计师，蓝星迷宫平均基础点数为3000点，您设置5万点，将面临巨大的被攻破风险。您的精绝古城确实很强大，但不代表您可以在大赛中胡作非为。请问您是否确认？确认。没什么好犹豫的，虽然是半成品，但也不是小日子能拿捏的。比赛期的奖惩直接作用于国运值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要把大夏的国运一口气拖上去。初始基础数值设定完毕。鉴于您将初始数值设置为5万，迷神为本次迷宫预设的容纳人数为60人，只有60人。上次2万点数是50人，这次5万点才60人。看来迷神对这个迷宫的难度判断有偏差啊。60人就想探险虫谷，痴人说梦。迷神检测到迷宫已全部设计完毕，接下来将进入审核环节，您将被传送至参赛者专属休息区。林哥，你的精绝古城太精彩了，我是你粉丝。林业先生，我是巴阳国的设计师，希望和你交个朋友。林业思密达，迷神的按摩太死板了，我可以为你提供韩式女团按摩哦。真是滑稽，之前大夏衰弱时无人问津，现在都来打歪主意了。都滚开！迷宫战场，我们为各自国家而战，我不会和任何国家的人谈交易。由桑巴国设计师设计的亚马逊丛林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噩梦级。由大和国设计师宫崎英高设计的青木原树海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噩梦级。由大夏国设计师林业设计的迷宫云南虫谷已进入审核阶段。冰岛设计师未完成迷宫设计，设计师已被抹杀，国家扣除5万国运值，冰岛国运值告负，国土将降下天灾。青木原树海迷宫即将开启，请大夏国家做好准备。我大夏国的勇士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弄死小日子！林指挥在为我们浴血奋战，我们也不能掉链子，早点破了小日子的迷宫，赶回来看林指挥的直播，全员集结！由大夏设计师林业设计的迷宫云南虫谷已审核完毕，迷宫级别为困难级，挑战人数为60人，请大和探险队做好准备，10分钟后迷宫将正式开启。困难级，就这？哈哈，吹了半天，原来江郎才尽了！愚蠢的大夏人，原形毕露了！我以为多牛呢，一个困难级迷宫也陪我们天王大人出手。之前的地狱级一定是他运气好。困难级，成败已定。我可是有多次攻克噩梦级迷宫战绩的人。此人不光言过其实，还狂妄自大。区困难级迷宫，竟敢把挑战人数设成60人，真是无药可救。大和各大探险组听令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，务必将林业直接抹杀。我会亲手把大夏的崛起梦斩碎。为了大和，为了天王，为了大和，都别垂头丧气的，我们要相信林指挥。困难级迷宫也有强度，不像那帮大和人说的那么不堪。其实我心里也有些没底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就算这次输了，一定是主题限制影响了林指挥的发挥。我们，你们真是太逗了。小吴姑娘，身为林指挥的助理，你难道都不为他担心吗？你也太杞人忧天了，只是一个迷神的初步审核而已，用得着这么当真吗？迷宫强度到底如何，要实际看过才知道。之前地狱级迷宫，一帮人觉得是迷神判断失误，那现在为何没人这么想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迷神的判断是基于大数据，
如果迷宫里有大量从未出现过的事物，他自然很难精准判断。林指挥的迷宫，哪怕是简易级，也足以秒杀他们。呵呵，只是一个困难级迷宫而已。原来是个江郎才尽的天才。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狼崽子。也好，这个困难级的判定势必会让那帮小日子轻敌。越是心态放松，当他们碰到春隐人俑时，心理变动才会越强。天王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要开始喽。0001倒计时结束，云南虫谷迷宫正式开启，所有登记的大河探险队成员将被传送至迷宫之中。欢迎各位探险者来到迷宫云南虫谷。探险者所处的大地图叫做遮龙山，山脉包围的巨大山谷丛林叫做虫谷，也是各位本次的目的地。虫谷绵延500多公里，地形复杂，鸟兽毒物密布，丛林外围包裹着终日不散的白色瘴气。地图虽大，但迷神判定为困难级，代表其设定撑不出这个地图。接下来将为各位探险者介绍遮龙山和虫谷的历史，其中包含攻克迷宫的关键信息。说到虫谷的历史，就必须从大夏古滇国的历史开始讲起。古滇国存在于公元前278年至前109年，秦末时闭关锁国，自立为王。大夏苗疆有很多人信奉邪术，并以此演化出了古滇国的3大邪术：蛊术、藤术、降头术。蛊术、虫术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大夏国不是自诩文明友善吗？怎么还搞起了邪术？天王大人，蛊术、虫术我没听过，但这个降头术不是暹罗国那些东南亚国家擅长的吗？这个林业怎么会这种术法？看来这个迷宫有些棘手，但还不足为惧。因邪术分裂，信奉邪神的人迁移到遮龙山，其首领自称献王。献王精通邪术与大夏风水学，抓捕奴隶，在他们身上展开了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。献王的藤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为追求长生，他在虫谷中献祭无数奴隶和族人，建造了通往仙界的陵墓。诸位探险者，你们本次的任务便是在虫谷的大祭司陪陵中拿到献王的献祭法杖，然后安全离开虫谷。谷中有大量难以想象的怪物，请谨慎对待。另外，你们的出生点彩云客栈中有众多 NPC， 可尝试与他们交互，获取有用信息。本次迷宫挑战时间限定为60小时。八哥，天王大人，我怀疑这个林业又在恶心我们。德川昭的死，让这家伙对林业心存恐惧，已经开始应激了。德川将军，做事要稳重，单纯的暴躁是破解不了迷宫的。你们在迷神的讲述里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吗？天王大人，我们现在在山南，目标在山北的虫谷，首要任务是穿过山脉。我们浪人组擅长野外行进，不成问题。天王大人，虫谷有毒瘴和毒虫，需要兑换防毒道具。天王大人，我认为虫谷地形复杂，最好能与 NPC 互通，获得详细地图。诸君说的都不错，只是都没说到点子上。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个迷宫有明显漏洞吗？迷神的信息核心明显是献王，他才是最终 BOSS， 可任务却只是去探索一个大祭司的陪陵，你们不觉得古怪吗？可会不会是阶段性任务？德川君，你真是应了大夏那句老话，投鼠忌器。任务指示是拿到法杖后安全撤出，就不会都撤离了，不会有下一阶段，否则就是故意兜圈子，迷神的审核也不会通过。天王大人，青木林藏的老师，这分析能力太强了。这说明这个林业根本没有完成完整的迷宫，只是一个劣质的半成品。这也是为何如此庞大的地图却只被评为困难级的原因。这种配置如何挡得住我大河的银河战舰？天王大人英明，有天王大人带领，区区半成品迷宫一定可以攻破。林业这次玩完了。恭维的话就不用讲了，四位组长，随我一起去兑换本次探险的道具。迷宫有60小时，不用急。今晚先在客栈探索，套取情报。记住，我们的身份是来自大河的考古队，目的是寻找珍稀蝴蝶样本。远道而来的旅行者，你们好！没想到小店今天来这么多客人。老先生你好，我们是来自大河的考古队，想进山寻找蝴蝶，路途劳顿，
想在你的客栈歇歇脚。大和国，老头子没听过，不过远来是客，快请进。我叫泽瓦，是这家店的主人。这是我大儿子扎龙，二儿子阿达，小女儿孔雀。见过各位。我夫人卧病在床，住在走廊最里面，希望各位不要打扰。辛苦了，老先生。我们先吃晚饭吧，队员们都饿了，请准备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。泽瓦，你说这虫谷里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各位朋友，虫谷那地方相当凶险，我们自己也从没进去过。你们要深入的话，自求多福吧。老头嘴很严，不急，总有能套出话的 NPC。嘿嘿，各位朋友，这是我们苗疆特产，招待贵客才有的。都尝一尝。不要让泽瓦家主扫兴。这虫子宴是林业设计的第一道陷阱，一般的探险者会拒绝，从而影响与 NPC 的互动。我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天王大人，我们还要在这客栈耗下去吗？感觉这里的 NPC 都是一群呆瓜，一顿饭就花了2个小时，根本没线索。呵呵。德川君，不要和你哥哥一样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这个奇怪的出生点，这些奇怪的 NPC 一定藏着解谜的玄机。接下来开始调查，你们要完全按照我的命令行事。首先，浪人组的真田君，你带组员趁夜色去调查遮龙山周围，搞清楚本地人的进山路线。遵命。樱花组的中村亮子小姐，这个客栈有3名男性，我想一级出身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尤其是那个大儿子扎龙，晚宴上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一直在色眯眯地盯着你看。我希望你可以亲自上手，从他们口中得到关键信息。嗨，忍者组的伊贺先生，是。你去调查泽瓦老头那个卧病在床的夫人，一个不能露面的 NPC 一定有深意。好好看看他的房间有什么隐藏线索。遵命。至于德川君，你长相英俊，去勾搭一下那个叫孔雀的小姑娘最合适。我兑换了上好的清酒，你拿去和她分享。小姑娘阅历不深，最容易撬开嘴巴。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交给我吧。天王大人果然深谋远虑，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。林业，你以为战胜一个青木林藏就可以看低我大和国吗？这一次，让你见识一下大和探险队真正的实力。天王大人，遮龙山极为险峻，没有山路，但是我们在东南方向10公里外发现了一条水路，应该就是地图上那条蛇河。我判断走水路是最佳方式。天王大人，昨天晚上我从那个傻大个扎龙手里获得了这个。不错，樱花组和浪人组不负众望。有了水路入口和详细地图，核心道具已经到手了。忍者组和幕府组有什么收获？大人，我潜入房间调查过，泽瓦的夫人的确病重，脸上长满脓疮，甚是可怖。房间里没有找到有用线索。德川君呢？天王大人，昨晚我和那个苗疆小妞聊得很投机，不过我酒力不行，好多事儿都给忘了。不过孔雀给了我一个宝贝，他说这是用苗疆名贵药材做的，有驱虫避害的作用。这个德川光比他哥哥还蠢，居然被 NPC 灌醉了。不过能在迷宫里充当战力就够了，动脑子的事儿，德川家确实都不在行。诸君都很不错，我们已获得足够的信息，可以正式探索虫谷了。这个客栈处处透露着不寻常，既然万事俱备，我们即刻进军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遵命，天王大人。大人，要不要把这客栈的5个 NPC 给做掉，以绝后患？不必了，这个林业设计风格诡异，或许留下了什么陷阱。我们已经获得了需要的线索，直接动身吧。阿爸，昨晚的炸虫子里我已经下了干蛊，用不了10个时辰，那些人就会腹痛如绞，肠穿肚烂而死。阿爸，昨晚那个外国妞可真来劲儿。
在快活的时候，我已经给他下了血蛊。很快，那个可怜的女人就会成为我的傀儡。这一家五口正是古滇国蛊毒邪术的后裔，肝蛊阴毒，血蛊凶险，能操控他人心智，使其成为行尸走肉。阿爸，昨晚那个叫德川光的蠢男人，我没费什么功夫就问出了他的时辰八字，还把装满药引的香囊给了他，方便阴灵定位。阿妈，接下来辛苦您了。我觉得那个男人还挺可爱的，您一定要把他的脑袋给我降下来，我要留着收藏呢。泽瓦夫人乃是一名大降头师，修炼的正是最险恶的鬼将，以药引定位，以八字引导，驱使鬼灵咒杀目标，中术者必死无疑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些卑鄙的外来者竟敢闯入我们的虫谷圣地，作为古滇国的后裔，我们自然要把他们的性命献祭给献王大人。60个人，献王大人一定会满意我们的供奉的。天王大人，水质纯净，水流稳定，可以航行。岸边的木筏，想必就是本地人进入虫谷用的。真田君做得不错，这条水路应该就是最佳入口。折龙山只是障眼法，这个林业小聪明不少，这些小手段在本皇面前就是小儿科。如果直接登山，就掉进他的陷阱了。来人，把本皇的特制游艇运过来。虫谷外围有毒站，都戴好防毒面具，穿好防护衣。2艘船上架好武器。按上次的经验，林业大概率会在洞穴里设置怪物，必须防患于未万。我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8嘎，吓死个人，怎么都倒挂在上面？天王大人，这些东西好像是人形的，太诡异了，不会又是林业的陷阱吧？都停下！奇怪，看形状是陪葬人俑，但高矮胖瘦不一，不像是传统样式。味道腥臭，不是陶土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种倒悬的方式不像陪葬，更像一种古怪的祭祀。探险者们，你们正在面对的是虫谷外的第1层守护——倒悬的兽引人瓮。这些皮引人瓮都是残暴的献王用活人制成的。这些人生前是修建亡灵的奴隶和工匠，献王入殓后，他们被强迫吞下通饮，封死蹊跷，倒吊在洞中活活憋死。人体的血肉内脏会变成虫子的养分，人皮迅速坚硬，体内的虫体也保持冬眠状态，存活1000年。这就是虫术，用活人养虫子，怪不得高矮胖瘦不一，这些全都是真实的尸体。太变态了，这个林业简直是心理变态。都不要急躁，这应该是一个陷阱，只要我们不触发就不会有事。这个大夏混蛋竟将如此违背人性的东西放进迷宫，不可饶恕。我们大河探险队更应该伸张正义，铲除这种恶魔。都听好，用最快速度驶出这个洞穴，谁都不准去触碰到这些人俑。这个林业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，这个迷宫绝不是可以轻松碾压的垃圾迷宫，必须认真起来。警告！警告！由于藤蚁人俑的破裂，里面的虫卵已经发育成了苗疆最恐怖的捕食类昆虫——水蛭蜂。水蛭蜂移动速度快，且是吸人畜血液，攻击性极强。一旦身体被咬住，将会在10秒内被吸干血液。水蛭蜂，水蛭蜂就是蚂蟥，这种东西钻进人体内，除非开刀，否则根本取不出来。保护天王，天王大人，我会护卫您的安全。德川君不必惊慌，水蛭蜂这种东西虽然凶残，但却无法离开水面，我们的游艇足以抵挡，安心前行就是了。天王大人！检测到探险队出现人员伤亡，大谷吉继已在迷宫中丧生，锦衣执政已在迷宫中丧生，立花宗茂已在迷宫中丧生。阿哥！天王大人，这个林业好生卑鄙！都别恋战，把船继续往前开。
探险者们，你们现在面对的是蛇河洞穴的千年青鳞巨蟒。青鳞巨蟒已在洞穴深处生存千年，水蛭风的味道吸引了它，其攻击性极强，普通弹药无法致其死亡，请所有探险者谨慎对待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怪物，这是货真价实的怪物。蓝星的迷宫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超出现实范畴的生物？八个，这他妈是在逗我们吗？这怎么可能是蟒蛇？天王大人，我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枪，打死这只巨蟒！天王大人救我！真田信繁已在迷宫中丧生，乃木希典已在迷宫中丧生，武藤章已在迷宫中丧生。不，真田君，我命令你们不顾一切代价杀了这个怪物，给真田君报仇。德川军枪炮没用，打蛇打7寸，幕府组掩护，所有忍者组到青鳞巨蟒背上攻击他的弱点。该死的畜生！该死！今天我一定要宰了你这畜生！不愧是我大和族的英雄，伊贺君，杀掉他！你就是我大和的第一探险家，让世界看看我们的实力。这条巨蟒大概率就是迷宫的终极 BOSS 了，只要杀掉它，我们就能在全球直播中扬名立万。血腥味吸引了水底的刀齿葵鱼。刀齿葵鱼是残忍的食人鱼，它们的牙齿和尖刀一样锋利，连铁皮都能咬得粉碎。请各位探险者做好防御准备。刀齿葵鱼，怎么还有8个？这怎么可能？完全不合逻辑！一个洞穴里竟然有3种怪物，林业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设计这些东西上了吗？松井石根已在迷宫中丧生，田俊六已在迷宫中丧生，井上成美已在迷宫中丧生。哈哈哈哈！天王大人，我做到了，我杀了这只青鳞巨蟒！救我！救我！天王大人，救命！救我！天王大人！跑！天王大人，水里还有我们的队员，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杀吗？没听明白我的话吗？全力开动游艇跑！谁敢违抗命令离开迷宫，我就处死谁！开船跑！哈哈哈，就这就是大和的银河战舰吗？天王还真是心狠手辣，队友说扔就扔了。林指挥每一次都会给人惊喜啊，只不过这些东西有些太离经漫道了。虽然迷宫战争残酷，但如此虐杀实在有违人道。可能赢就是对的。我早说了，林指挥的迷宫一定能虐杀这群小日子的。你看这痛打落水鹅的戏份多好看！小乌姑娘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林指挥是如何将3种怪物都放置在一个洞穴里，还能保证生态逻辑成立的？这个问题不涉及核心机密，我可以简单说说。首先，那些冲饮人蛹不是献祭品，是献王专门用来喂养巨蟒的。人蛹时不时掉进水里，孵化出水玉蜂，把巨蟒养得白白胖胖。其次，刀齿葵鱼本来在深水区，和巨蟒井水不犯河水，但这群大河人闯进来，大量人蛹落水，巨蟒提前结束冬眠出来捕食。最关键的是，那个天王自以为是，非要主动攻击巨蟒。巨蟒的血引来了刀齿葵鱼，才出现了3种怪物混战的画面。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跑，其实啥事儿没有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循环陷阱。林业不光精通历史古墓，连生物学都强到这种地步，太妙了。别想了，看直播吧。这个蛇河洞穴在云年虫谷里，连开胃菜都不算，顶多是餐前一杯水。好戏都还在后头呢。提醒你一下，后面的画面会更残忍哦，您可千万别吐出来。只是冰山一角，那这个迷宫到底还有多少恐怖的东西？
这样的迷宫怎么会只是困难级？早就说了，迷神出错了呗。唉，可惜金会长还在大河迷宫里，接下来更精彩的情节他可就看不到了。哼，这帮小日子可真够磨叽的，死也不死个痛快。在彩云客栈住一晚，真当我的迷宫是旅游模拟器了。这个天王有点水平，但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在云南虫谷，做得多，错得多。不过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青鳞巨蟒和刀齿葵鱼只是血腥粗暴，上不了台面。献王的重树、古树、降头术和各种风水设计才是云南虫谷的精髓。真正的恐怖永远来自未知。要死就死快点儿，老子还要熬夜把完整版搞出来呢。天王大人，我们的游艇已经损坏了。德川君，让大家先休整一下，我也需要静一静。真该死啊！我承认，我太轻敌了。如果一开始走山路，如果看到人俑就全速前进，如果提前探测到巨蟒，现在我只要一个结果：通关。只要能赢，大夏就会覆灭，大河将全面崛起。这点屈辱不值一提。德川君，让幸存的队员都到我这边来，我们要重振旗鼓，调整状态，然后拿下这云南虫谷。刚才的洞穴中，我们的队伍损失惨重，这是我个人的失误，和大家无关。我们大和人是蓝星第一民族，伊贺龙骑跳上蟒背杀敌，他是英雄。之所以伤亡惨重，一是我轻敌，做出了错误判断；二是洞穴地形狭窄，限制了我们的发挥。现在必须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继续为我拼命。按照我的判断，刚才的洞穴是迷宫里最难的关卡。那个林业一定是把牌全都压在了洞穴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天王大人的意思是，后面没有厉害的东西了？有道理。刚才那个洞穴难度远超困难级，后面一定很简单了。我的子民们，振作起来！我们还有20人，人手远比之前的任何探险队都多。只要我们通关，哪怕只剩1人，也是我们赢。我们伟大的大和民族，靠的就是这股狠劲儿。各位勇士，你们愿意同我战斗到最后一刻吗？为了天王大人，为了天王大人，给死去的兄弟报仇，一定要拿下迷宫。德川君，去盘点一下道具和队员的身体状况，再派人侦查一下周围。天王大人，周围1公里内确实如您无形的威胁在逼近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任务点范围内有个双头树的标志，明天就让队员留意这个。大祭司的棺椁应该就在那里。我要向献王大人献祭。献王大人，我要把这个活人的心脏献给你。是谁？该死的叛徒！大胆！八嘎！是中村亮子行刺天王，我已将他斩杀。不对，这绝对不是疯了这么简单。他目标明确，选择深夜动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。中村亮子已在迷宫中丧生。迷神提示：中村亮子中了古滇国3大邪生的蛊术血蛊，
血蛊以鲜血为引，尸蛊者便能操控被蛊虫侵蚀之人的心智，使其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傀儡。蛊术，血蛊，把人变成傀儡。天王大人，这世间怎么会有这种邪门的东西？我们都是一起行动的，为什么偏偏中村亮子中了蛊？都住嘴，不要吵！蛊术，彩云客栈一定是那里。我命令中村亮子去色诱那个叫扎龙的 NPC， 换来了地图，是那个扎龙给他下的蛊。可恶，卑鄙！我自以为完美的教科书式操作，结果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从进入客栈那一刻，就被那个林业算计了。那些上吐下泻的队员，他们也可能被下了蛊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否则军心会彻底崩溃。各位不要惊慌，这一定是林业的障眼法。为了影响我们的士气，中村小姐只是在洞穴里受了惊吓，疯掉了而已。都回去休息，就当今晚的事儿没发生过，把精力放在明天的探险上。德川君，你现在去做2件事：第一，把中村亮子的尸体彻底焚烧掉，烧得连骨头渣都不能剩。天王大人，您刚才不是说蛊术是障眼法吗？第一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不要问为什么。是天王大人。第二，确认一下那些水土不服的队员，把他们全部捆起来，控制在营地内，以绝后患。啊，天王大人，我们只剩19人了，再留下他们，探险队就不到10人了。这……遵命，天王大人，我现在就去执行。德川光儿来。奇耻大辱！我们大和民族从来都是算计别人，这次却被一个大夏人玩弄于股掌。这该死的蛊术，会不会我自己也中招了？不，我绝不能输，只差最后一步了。就算是咬碎了牙，也要坚持下去。林业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谁也无法阻挡我大和民族的崛起！天王大人，他们只是上吐下泻，真的要把他们留在这里吗？捆起来的话，如果遇到野兽，不是让他们白白送死吗？哼，都闭嘴！任何违抗命令者，斩首示众！这些人和中村亮子一样，精神不正常了。为了防止造成更大的祸害，他们必须留下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难道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吗？每个组都配备探测装置，全方位扫描地下，用对讲机实时通讯。出发！三浦街子已在迷宫中丧生，中野康平已在迷宫中丧生，长谷川光已在迷宫中丧生。死去的探险者中了古滇国3大邪术中的蛊术干蛊，入身后药沫粘在肠脏之上，弄出肚胀、疼痛、欲泻等症状，持续1天左右，肠道会完全溃散，最终流血而死。都死了，天王大人，那些人全都死了，刚好是那10个水土不服的队员。我猜对了，他们果然是中了蛊。是干蛊通过食物下的毒。彩云客栈那几盘炸虫子是我让他们品尝的，我亲手害死了他们。林业，你又耍了我一次！哈哈哈哈哈！天王大人，我猜到了，一切都被我猜到了，所以我才把他们留在营地，保证了我们的绝对安全。哈哈，果真是这样。死了就死了，他们中了蛊，早晚会死，毫无价值。德川君，告诉所有人继续搜查，我必须找到大祭司的棺椁，我要让林业付出代价。遵命。天王大人，好像真的疯了。井底之蛙把蛊术当成毒药，这只是开胃菜。在古滇国3大邪术里，蛊术的残忍程度只能排第3，等着见识真正的土术吧，别直接吓死才好。夫妻树也叫连理枝，这么稀有的造物出现在迷宫里，一定有深意。来人，
把这周围200米范围内给我仔细探测一遍。是。天王大人，湿度探测器报警，这里的空气湿度远高于其他地方，而且空气中有极高的腐烂粒子。呵呵，这个林业把心思都用在邪术上，核心地图的设计却这么粗糙。哼！德川君，把所有人都叫过来，棺椁一定就在这里。是。这边看看。天王大人，地下10米内除了动物尸骨，没有任何发现。会不会这里只是个迷惑我们的地方？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但这棵树上长了这么多寄生植物，一定会把它榨干。外表看着茂盛，内部可能早就空了。这么粗的树干，如果内部是空的，绝对能放下一个棺椁。林业把棺椁藏在了树里。林业，你藏的确实够深，但终究是棋差一招。所有人，给我爬上这棵夫妻树，仔细探测树的内部。天王大人，在离地10米左右的位置，有一个很大的树洞，树洞里有一个预制的棺椁。找到了，还是让我找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搞那么多邪门的东西有什么用？今天我一定要给大夏送葬！德川君，我们胜利的时刻来了，随我一同进入树洞，共享这属于大河的荣光。德川君。鬼啊！是鬼啊！救命！我要逃走！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德川光已在迷宫中丧生，死因是中了古滇国3大邪术之一的降头术。太离谱了！这种恶毒的东西怎么会通过迷神审核的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降头术。德川光。鬼啊！是鬼啊！救命！我要逃走！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德川鬼已在迷宫中丧生，死因是中了古滇国3大邪术之一的降头术。根据记载，降头术最早确实是从大夏苗疆兴起的。我们承认，这个林业是个顶尖的降头师。尊敬的探险家，您的迷宫挑战仍在继续，限定时间还剩38小时。太屈辱了！我堂堂天王，何曾被一个迷宫逼到这种地步？啊，林业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屈服。失败的话，我会被民众赶下台。只有胜利才能挽回一切，而现在离任务完成只差1步之遥。这尸体和精绝女王一样，千年不腐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拿到了！我拿到了！没有陷阱，这个林业果真把精力都放在了邪术上，最核心的棺椁却一点没有设计。
还有38小时，我可以从山上绕出去，离开虫谷。只要离开虫谷范围，就算任务完成。哈哈哈！天王大人万岁！我们的孤胆英雄，古树很牛逼吗？降头术很牛逼吗？还不是要败在我们大和手里？能在这么恶毒的迷宫里取胜，我们大和国无愧为世界第1强国。记吃不记打的东西，真以为最关键的地方会没有设计？古树和降头术只是点缀，献王的藤术才是这个迷宫的核心。好戏，现在才开场。救命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比洞穴里的巨蟒可怕10000倍！探险者，在你面前的是由大祭司和青鳞蟒的结合体。你可以将其理解为藤术，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最玄妙的生物技术。这是本迷宫中的最强造物。想要拿走祭祀法杖，你必须战胜这具人藤蟒的结合体。迷宫时间还剩37个小时，请努力完成。生物技术，林业这是在报复，赤裸裸的报复，还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根本没有希望。留在迷宫里就是白白受辱。我羡慕那些提前死的队员了。你已在迷宫中死亡，检测到所有探险者已全部死亡。本次迷宫挑战宣告失败。爽，太爽了！林指挥赢了，你们不开心吗？搞点动静出来！我们赢了，林指挥真是天才！60人的银河战舰，最终还是无人生还。天王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吓得浑身发软？这种手段光彩吗？完全是在宣扬邪恶。这就是个恶魔，大夏是全世界的公敌。大家给我继续鼓掌！这一战，我们大夏将彻底摆脱危局。残忍点儿怎么了？你们当年又何曾温和过？周老，大河的青木原树海我们破了，获得了1万国运点。林指挥这边怎么样？双喜临门，林指挥的迷宫斩杀了大河60人探险队，我们全面胜利。凭什么？中村亮子是中了血蛊才失控的，这是林业的阴谋。天王捆绑队员也是因为他们中了干蛊，是无奈之举，这不公平。我们不服，我们不服！迷神偏袒大夏，请求重新审判。迷宫之神拥有迷宫结算的最高执行权，所有人不得质疑。直播观战的一大准则便是遵从弹幕礼仪。大和国如果继续刷屏影响迷宫结算，你们的国家将遭受迷神的天灾惩罚。在云南虫谷之中，设计师林业设计的各种邪术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一个谜题。探险者应该做的是寻找解决方案，破解谜题。迷宫中的血酒和干蛊都有对应的化解方式，但是大和探险队在整个过程中毫无作为，才导致蛊术发作。这是探险者的失败。最终结算，大和国扣除基础国运点10万，因触发5点惩罚指数，追加扣除20万。全完了。迷宫设计师大夏国林业，惊悚指数10，设计精巧度10，综合判定完美设计。最终清算，奖励大夏国国运点30万，奖励设计师林业迷宫点数3万。大夏国当前国运排名第29位。赢了，我们进入全球前30了。恭喜主人！恭喜设计师林业，等级提升至5级，解锁特殊权限迷宫联动。迷宫联动可将多个迷宫串联成集群，共享规则，提升整体难度与防御力。恭喜获得1次特殊权限抽取机会，抽取中。恭喜获得风水阵眼。风水阵眼可在迷宫中设置一处天然风水大阵，大幅强化天然防御力。来得正好。请选择需设置为永久迷宫的地图。云南虫谷设置成功，请为该永久迷宫附加一条永久性规则。规则很简单，蛊术反噬，任何进入者若尝试暴力破坏蛊术机关，所受伤害将100倍返还。主人，这不是绝了所有人的路吗？我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大夏蛊迹不是撒野的地方，想进来就得守我的规矩。林业，你这次真是立下了不世之功。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，暂时的安全背后，真正的挑战才开始。一个云南虫谷就让他们闻风丧胆，
如果我将这些古迹全部联动，以秦始皇陵为核心，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夏龙脉迷宫群呢？我懂了，趁我们手握主动权，主动出击。没错，金影队长，你们探险队接下来的目标是艾莎国的金字塔、希拉国的神庙，把所有能拿的资源、国运都拿回来，为建造龙脉迷宫群争取时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迷神提示：大夏国攻克 S 级迷宫胡服金字塔，获得国运点50万；大夏国攻克 S 级迷宫奥林匹斯之谜，获得国运点60万。迷神公告响彻全球，因设计师林业开创迷宫联动新模式，特授予其蓝星首席设计师称号。主人，大夏的文化断层正在被我们一点点修复，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我们的历史和神话。这还不够，我要让这千年文脉成为守护大夏最坚固的盾牌。小吴，属于我们的纪元，现在才刚开始，就叫它大夏迷宫守护纪元。